用干鲍做的菜，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。鲍鱼、海參、花椒、干貝等幾十種主輔料。港式嘅佛跳牆呢，就有雞、豬腳、豬皮、大地魚、我哋嘅大骨、螺頭、碎嘅瑤柱、雞腳，然之後鮑魚呢擺喺中間度，繼續仲擺多一層肉，大概加30斤水，經過20個鐘頭熬出嚟嘅鮑汁呢，有8到斤。嘅乾貨咧都要成個星期先可以發好嘅。仲有我哋嘅鮑汁，滾佢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食㗎啦，方便快脆。在歷經猛火、文火交替的淬煉，數小時之後，終得一壇佛跳牆。包好的佛跳牆，開蓋的一剎那，濃香撲鼻，直入心脾。幾十種原料煨於一壇，各種材料爛而不腐，互為滲透。再配上一碗撈飯，色澤金黃的湯汁順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，大海的鮮香與米飯的甘甜交織，特別適合寒冷的冬季。嚟，先食佛跳牆啊！趁熱食。久負盛名的佛跳牆就這樣被借過來，完成了從閩到粵的蛻變。而張牙舞爪的小龍蝦，老廣們則不做改造，直接納入餐桌。這份麻辣小龍蝦。夏天，又到了1年1度小龍蝦上市的旺季。廣寧縣城裡不多的幾家宵夜檔擠滿了客人。小龍蝦因其肉味鮮美，在近幾年成為風靡全國的熱門食物。看着堆成小山的蝦殼，正是香在舌尖兒，美在心田。小龍蝦又稱客氏原螯蝦，大約是在1929年引入中國。小龍蝦多來自湖北，但也有廣東肇慶本地的產品。8月，大信村裡水稻收割完成，收集廢棄的稻草成為程世樂和媽媽的工作。哎，這個稻草好東西啊，運出來，讓那個苗長得快。程世樂的養蝦技術是一個偶然機會，跟湖北的朋友習得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，生意難做，他乾脆放棄一直在做的剎車片業務，回到家鄉租了40畝魚塘，開始了養殖小龍蝦的生涯。這個月正值小龍蝦的育苗期，程世樂為小龍蝦幼苗找食操碎了心。現在育蝦苗期間，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來磨這個豆漿，因為那個蝦苗現在還吃不了那個顆粒料，只能磨一點豆漿，讓它增加蛋白質。小龍蝦屬於淡水中個頭較大的蝦類，存活率最高可達98%，其食性很雜，水草、藻類、昆蟲、動物屍體都是它們的糧食。程世樂在蝦塘裡種滿了黑棗，作為小龍蝦的飼料。這段時間沒有時間打理，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撈一部分起來。不然的話，草太多，
容易让那个虾缺氧，会大面积死亡。斗转星移，2个月左右，虾苗经过几次蜕壳，体重在4钱至8钱不等时，就可以捕捞售卖了。每天天刚亮，程世乐就在霞光中，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。呢啲蝦係大隻，個頭大，啲水係山泉水嚟嘅，山清水秀。嗱，我哋養啲蝦，啲蝦肺都係白色嘅。呢大蝦6以上，1兩唔封頂嘅呢啲。呢個中蝦呢就4、5、6。虾养得好，求购的人自然也多。啲蝦點賣㗎？中蝦28，大蝦35。好，唔該晒啊，老闆。慢慢啦嚇。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，一日好快都賣晒啦，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。程世乐想提高产量，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。呢塊稻田，我就係想同埋啲村民合作，渡蝦共養，實行雙收。嗱，呢一塊就係我嘅試驗田，種咗蓮藕，投咗蝦苗落去，就係到時睇下啲蝦嘅產量去到幾多。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，扯住尾扇，轻轻一拨，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。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，剪刀斜着一下，顺着虾背再剪一刀，就算清理完成。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，也会过来帮忙。不带头的出水。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，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。程世乐养虾之前，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，只要有空，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。平時啲親戚朋友過嚟食飯咁，都係我煮餸啫嘛。小龍蝦肉質較粗，烹製手法以簡單粗暴。小龍蝦入鍋油炸，7成熟時撈起瀝乾，熱油炒香配料，放少量水，再加1瓶啤酒，倒入小龍蝦，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，焖煮15分鐘。入味后起锅，13香小龙虾香味浓郁，久食不腻。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，咸鲜而香。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，热油把蒜末爆香，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。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，虾本鲜甜，蒜末更增一臂之力，令其味道鲜美加倍。em nha. Ôi, đại nè, ôi, đại nè. 10月，就在这一批小龙虾出完之后，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，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。程世乐觉得，找好目标后，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，一步步实现梦想。静静的晨曦，
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。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，被街上的车流唤醒，朦胧着睡眼，迎来新的一天。辉哥早。早。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。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，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，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。我都咪日日咁早翻嚟嘅，未到上班嘅時間，對啲細佬係一種壓力。琴晚諗咗幾個菜，今朝翻嚟實現下。呢一道菜咧係啤酒鮮鰻魚膠煮黃魚。首先咧將黃魚煎香，大火灒入啤酒，小火慢煮，大火收汁。黄景辉16歲就從老家到廣州學廚，靠着吃苦耐勞、勤學苦練，僅僅4年時間，就從小工飛躍到大廚，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華東方酒店旗下的幾家餐廳。他尤其喜歡自己設計菜品。做粵菜咧，最大嘅特點就係吸收其他菜系嘅精華，博取眾長，融貫中西。我有個良好嘅習慣，就係要將研發好嘅菜品咧進行標準化嘅 SOP。正是這種終身學習的習慣，黃景輝主理的文華東方酒店江餐廳，連續3年蟬聯米其林2星。黃景輝朋友多，他經常會約上3、5知己，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廳穗吉院子小聚，並親自主理菜品，以享友人。為此，他經常出外尋找新鮮的食材。台山海域環境優異，是廣東4大名蠔台山蠔的傳統產區。每年11月至來年4月，正是生蠔肥美嫩滑、鮮甜爽口的時候。營養豐富的台山蠔成為黃景輝隱藏菜單上食材的首選。台山生蠔生長於鹹淡水交匯處，連片生態優良的淺海水域造就其出眾的品質。哇，夠晒肥味！哇，啲生蠔嫩滑，呢隻蠔可以做得金蠔。冬季暖陽高照、朔風徐緩的日子，正是曬制金蠔的大好機會。精選優質的新鮮生蠔，在表面氧化的同時，脫除掉一定的水分，其表面就會呈現出淡淡的古銅色，這就是常說的金蠔。呢隻台山金蠔，曬大概1日，脫掉50%嘅水分。生曬金蠔的營養物質沒有經過水煮而流失，但因為曬制之後，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獨特，是難得的高級食材。飛哥啊，呢啲就係我哋嘅金蠔啦。呢種靚啊，呢隻招牌，好香呢隻。整個我要這個，幫我帶10斤。好啊。這個品質不錯。廣州市黃沙水產品中心批發市場匯聚了世界各地的水產品。黃景輝決定買一些國內少見的海鮮。啲象拔蚌可以嘅，呢啲。象拔蚌生活於泥沙中，象拔蚌的紅管大且多肉，其味道也特別好。象拔好似啲象鼻咁啊，北美冷水區嘅蚌肉咧會特別鮮甜。哇！呢隻象拔蚌勁啊！呢個廣東之王啊！象拔蚌一般都係刺身嘅食法，今日咧改做一個雞湯苗灼烤切加拿大象拔蚌。走地雞清水包滾出味，僅留清湯。象拔蚌洗淨，只取紅管，切成4方厚塊，放入滾燙的雞湯汆燙10秒，與蝦醬芥蘭一起擺盤，清新雅致。
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，内里却刚刚脱生，爽脆甘甜。因为虾酱的激发，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，回甘更加强烈。金蚝、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呢道菜就係將兩種中西頂級嘅食材充分融合喺埋一齊。金蚝先用油煎香，再用爆汁焖煮，搭配上溏心干爆，浓稠的爆汁荤香，夹杂着金蚝的腥香。撒上黑松露之后，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。葱叶数切加油，及调味料拌匀。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，外包春卷皮，炸至虾肉刚刚脱生。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，与炸虾菇搭配。鱼子酱微腥味咸，首先在口腔爆开，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，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，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。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。好，走，生意興啦。黑松露的異香袅袅，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，让味觉得以沉实。在美食美酒之间追求平衡的吃宴由来已久，创意融合的海鲜食材用啤酒搭配，可以提其鲜味儿。来自德国的蓝莓啤酒采用独特的11度和16度双温酿造工艺，更唤醒层层麦香，与海鲜丰富的口感相得益彰。飲勝喎，飲勝啊，飲勝！這藍莓啤酒確實不錯，大家多喝幾杯啊！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，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，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。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，可谓遍地开花。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，都少不了这道菜。爱吃爱钻研的老广们，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，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、微辣的口味，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。小条，大条的。阿叔，他这个鱼怎么样啊？这个鱼好啊。你莫怕挨吧，挨不下顺便吧，挨不看到你卖吧。这种藏在深山里、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，不过是普通的鲩鱼，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，才会远近闻名，身价高起不下。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，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，星罗分布着20-30户人家。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，山溪欢悦叮咚，潺潺流动，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，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。打酸未啦？
每天早上，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，查看坑里的坏鱼。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1、2个这样的水坑，都是用来养鱼的。别看这些鱼很普通，长大了以后可是很能帮补家用的。我们都会留几条，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，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。怎么做都好吃。山区里在房前屋后挖坑蓄水，本意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，广东人称为荡仔。唐朝时，有人在坑里养鱼，便称其为荡仔鱼。如今农村家庭早已不用荡仔里的水，但是荡仔养鱼的习俗却一直保留至今。邱红云是村里的后备干部，家里主要还是种田。我家里面就挖了一个这样的鱼坑，就说顺着溪流的方向，把水引进来呢进水口。以后在那边的话，在鱼塘的那一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排水口。以后这样就保持我们有一个就是流动的活水。山溪清澈见底，终年流淌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。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，没有异类的角逐，生息时间更充足。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，那个水温比较低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。春分的前后，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，到7、8斤重的时候，它就长得快一点，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。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。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，准备割草喂鱼。我现在割的这个，我们这里叫做象草。平时那些红薯叶啊，还有那个木薯叶啊，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，我们都会拿来喂鱼。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，出落得肥而多肉，肉质坚韧紧致，香滑鲜甜，入口爽脆，并且久煮不烂，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，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。中秋临近，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，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，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。有7斤、7、8斤哦。太巧了。老广的餐桌讲究星辰搭配，选取油脂最厚、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，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。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，带有鱼的香味儿，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，两者相衬，足令人大快朵颐。看到哥哥忙里忙外，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。我在广州工作，今年吃酸菜鱼。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，要是拿来做酸菜鱼，肯定很好吃。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，鱼肉切成薄片，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，煮至汤浓味出，放鱼肉煮至80%熟。干花椒、鲜花椒、辣椒用油爆香，趁热淋上，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
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。酸菜开胃提神，帮助消化；鱼肉则一扫清蒸的斯文，变得爽脆可口。晚上，月光如水，家人团聚之时，吃着自家养的鱼，虽然简单，但格外香甜与踏实。羅師傅啊，好快咧，我哋要進入新年啦！我希望咧，廚房可以咧係推出幾道咧係適合我哋4會人去試嘅一啲菜式嘅。不如我哋攞鴨嚟做幾個菜式俾大家試下。好喎，啲鴨咧有好多種做法啦，陳皮鴨啊，咪水鴨啊，翅鴨啊，八寶鴨啊。罗伟光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帮着做香厨的父亲打下手，学厨多年，出品的菜式非常具有地方特色。年底临近春节时，接到推出经典菜式的任务，虽然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但罗伟光胸有成竹，没有丝毫担心。4會咧山清水秀啊！有好多靚嘅食材啊！我好中意用鴨嚟做菜，保證好好食。鸭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也是人们进补的优良食品。这次也成为罗伟光做菜的首选材料。罗伟光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地跟着父亲干了10几年。除了学会做人，还继承了老父親的一手絕活。我老豆咧係一名鄉廚，做菜非常好食嘅。特別咧，佢做嘅八寶鴨超正。其次係自己冇學好，但偏偏呢個門手藝咧俾我學到嘅喎。八寶鴨是上海、蘇州一帶的特色傳統名菜。是把8種不同的食材填進鴨的身體裡，變身成為餐桌佳肴。當一隻豐腴飽滿的八寶鴨上桌時，在撲鼻的香氣下，人們切開棕紅色的鴨子，享受開盲盒似的驚喜一刻。外面的鴨皮酥脆，鴨肉鮮嫩爽口，而裡面的食材借助鴨油浸潤之後，變得慈糯鬆散，鹹鮮香醇。吃上一口，滿滿的幸福感遍布全身。正是其名字的寓意，豐富的口感，美味的八寶鴨流傳至今，並成為不同菜系裡的經典。做熟不做生，羅偉光說幹就幹，趁着休息的時間去走訪養鴨場。喂，老細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度養咩品種嘅鴨啊？番鴨。可以養多少隻啊？我一個場地可以容納15000隻，我只養了5000隻哦，讓它做寬敞一點哦。運氣不錯，羅偉光找到一處符合自己要求的養鴨場。番鴨是鴨類裡有名的肉鴨，體軀寬厚，肌肉豐滿，性情溫順。養鴨場靠山面水，場主重慶人李慧華陪伴鴨子度過了30多年的青春。這個養鴨子這個行業啊，是我們祖傳來的啊，從16歲就開始養了這個鴨了。哇，老闆，你這鴨子看起來很精神哦，這有什麼秘訣啊？環境要好，水質要好，養的鴨出來就比較亮啊。番鴨要養80天左右才能出籠啊，它吃草的，肉質好啊。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的鴨子，羅偉光即刻動手，準備做幾道菜給大家品嘗。
翅鸭是粤菜里口味较重的做法，简单但是美味。翅就是把油入锅烧热后再放入鸭子，用油温慢慢的把鸭子煎到表皮金黄的过程。之后再放入料头爆香，把煎好的整鸭入锅，焖煮30分钟即可。鸭肉油煎后会变得更加紧实，焖煮之后也不会烂糊，吃起来仍有嚼劲。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肉汁的浓香才会充盈口腔。盐水鸭是另一道清淡但很入味的菜式。鸭子整只腌制1天，然后蒸至半小时。广式盐水鸭香气浓郁，入口似腊鸭，但又少了辣味的咸，反而提升了鸭肉的鲜。八宝鸭很早就传入广东，在经过多位前辈的改良之后，也成为粤菜的经典菜式。罗伟光的八宝鸭做法主要是继承自父亲，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先将薏米、黑米、莲子、蚝豉、烧肉、瑶柱、花生、冬菇浸泡处理好，混合均匀并调味儿，在鸭脖处打结封口，放入热水焯水定型，鸭身略略油煎，老抽上色，加水焖煮2个半小时。这款八宝扒鸭将传统技法和怀旧口味展示得淋漓尽致。鸭肉酥软嫩滑，馅料香浓软糯，蘸上汤汁后口感丰富，余味无穷。嚟啊！大家我哋一齊試試我哋今次啲新菜，都幾有八寶鴨啲特色嘅。好食。品尝试菜的日期到了，罗伟光的鸭系列菜式受到各位的赞赏，也让他对父亲的厨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。包羅萬有。做菜同做人一樣，用心認真去做嘅菜，人哋會感受到嘅。你睇下想買啲乜嘢？我哋有好靚嘅佛跳牆啊！我啲佛跳牆全部用乾貨海味做嘅。佛跳牆，福建名菜的头部 IP。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“福寿全”的谐音，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，味中有味，于是有了“弹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禅跳墙来”的夸张比喻。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，演变得可浓可淡、可繁可简，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。靚仔你好啊，靚仔，今日鮑魚靚喎，平時話7蚊隻，今日嘅優惠啲啊！脍炙人口的佛跳牆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。佛跳墙一哥鲍鱼，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，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，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。11月，南方刚刚入秋，近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，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。如果做水准备这个水备呢，阿伯。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，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，以后苗生长得也比较好。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，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，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，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。
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。怎么过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呢？与商家预约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，鱼苗的情况如何？陈华生的心里有些忐忑。到了。稀释袋要放60口。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，然后等一下再倒。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，一口池有20-30万的量。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，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。这是龙蔬菜，我们用来喂鲍鱼的，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投菜量，就1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。16年的经验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。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，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，踩过无数坑。陈华生养成鲍鱼，靠的是一股牛劲儿。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，白天就养鲍鱼，晚上就看书，走火入魔一样。现在我们厂有1万多立方水体。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，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。陈华生自有办法。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，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网，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，24小时不停地流。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，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。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，鲍鱼苗3000万粒。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。煎、炸、蒸、煮、煸、炒、烤，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儿。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3尺。鲍鱼去内脏，切花刀。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，入调料，红烧至7分熟。加入鲍鱼后一起焖。丰腴肥美的2味食材相见恨晚，香气馥郁浓烈。五花肉入口即化，鲍鱼吸饱了油脂，更增添鲜美。加泵啊！来给这，好。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，是大海赐予我们的。知己朋友难得相聚，趁着国庆长假，陈华生以鲍鱼享宾客，其乐融融。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正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。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，一天还要翻3-4遍，才能晒得均匀。这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。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，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盐分析出表面，中间通透，并且有红色糖心，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。姐姐，拜拜。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伊德路买卖干鲍，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，
朋友们送外號「鮑魚風」。你有睇隻鮑魚喺交配前同交配後咧，就睇到佢個厚度，由佢厚度嚟睇，如果薄身嘅咧，肯定係交配後嘅啦。呢隻鮑魚一睇就知道佢係交配前嘅啦。干鲍雖然貴重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做成美味佳肴。這讓張澤峰深受啟發。有個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鮑魚，佢都唔識整，擠咗喺鞋櫃好耐啦。所以我哋咧將呢啲乾鮑做成半成品，1+2就可以食。